Hello，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叔。我们之前录了一个 RAG 的客服系统，那影片蛮多人看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万多个人观看过，所以大家对这种 AI 的客服系统还蛮有需求的。客服系统除了可以让你去询问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去上面查询订单，或者是说目前有哪些商品的建议之类的。你要做到这样的功能，就必须要透过 API 跟后端去请求拿到资料。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去透过 DeFi 的流程去后端拿到资料，并产生在我的对话视窗上。首先这就是一个聊天的进入的画面，这里比较简单的只输入一个订单的编号。如果你要去做的比较严谨一点，我们可能就是除了订单编号之外，还要再加上你的 email 来去做比对。当两边的资料都一样的时候，它才会把资料吐给你看。不然如果你随便输入订单编号，那有心人可能就会随便去测试这样子，运气不好就被他测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拿去利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做一个测试哈。那这边我们就先输入我的订单编号，然后按下开始对话。进来这个对话的视窗里面我们会先询问说你是要做订单查询或者是聊天。好，这时候我们直接点订单查询，这个资料它就会从 API 去取得。从后端拿到资料之后，其实它是回吐一个 JSON 的格式，我们再把这个 JSON 的格式透过我们的模板引擎把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美观的画面。这样的一个查订单的需求，我们就可以透过 DeFi 流程也一样可以做到。客服系统除了可以去跟 AI 聊天之外，我们还可以再查我们的订单，甚至我们在后端可以写一些程式，来透过你的相关的订单来去推荐你可以购买的其他商品之类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在流程去跟后端的 API 呼叫以后拿到相关的资料并显示出来。好，先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流程。好，那首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输入一个订单编号。好，所以在开始节点这边我们就需要去定一个订单编号的变数。好，那除了这个订单编号之外如果我们要让程式再去比对你的 email， 好，这个时候也可以按加，好，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再去新增我们的变数，这样子。好，那显示名称你可以自己再把它改成中文。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有2个变数在这个开始的节点，好，有 order ID 跟 email 了。第二个节点我们就会去判断说我们是要进行订单查询还是要去做聊天的动作。我们选择订单查询的时候，它就会走上面这一条路。好，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走下面。下面这个节点我们就是去进行一般的 AI 对话。在这上面我们选的订单查询就会开始往上跑。接下来是本次的重点 HTTP 的请求。我们所有的动作都只是为了要这个功能而已。就是我们去跟后端的 API 拿到资料，那再把资料做一些美化产生出来。所以这个 HTTP 的请求你必须要先知道说我们要呼叫的 API 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呼叫 API 就把它打到这上面的网址上。方法你也要记得要选对，好像我这个目前是使用 GET 方法，大部分的 API 都是用 POST 的方法，因为 POST 的资料会隐藏在封包里头，不会显示在网址上。那接下来是参数的部分，因为参数我们必须要看你的 API 打什么东西，好像这个 API 它是要放这个 order ID，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键值的部分，好，我们在前面这里我们就要放 order ID， 那后面值的部分就是我们从前面一个节点带过来，或者是说你要从一开始输入的节点带过来的资料。好，所以这边我们是放开始的那个输入的内容，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来。OK， 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好，因为我们是用 GET 方法，好，所以它不会有其他的内容。这边我们底下的 body 就不用特别去选。测试的时候，在这个节点上点 play。好，那这边输入订单编号。好，那这样子完成了以后底下就会有它处理的结果。我们把它拉下来。好，所以下面这个输出就是我们要拿到的资料。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返回的结果是200，就是正常。好，那接下来就是 body 的内容。好，那像这个 body 的资料基本上它是一个字串的格式。
好，所以我们会拿到这个 body 的资讯。那后面其实都不重要啦，后面都是一些文送请求以后，它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夹带在这里面。好，所以我们只要有 body 的内容就好了。好，接下来是代码执行。你会想说，奇怪，我们前面不是只有 JSON 的资料吗？那我们直接用模板转换就好啦，为什么前面还要执行一个代码？因为从 HTTP 请求过来的资料 body 它是一个 string 的格式。好，但是我们其实要送到后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要拿 JSON 的资料去做转换。好，所以在这个代码里面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 string 的内容直接把它变成 JSON 的格式。好，在这边我们会有一个方循去做转换，好，将我们的字串转成 object 的内容。好，所以这个 JSON 的资料文做输出的时候啊，下面这边就可以把它变成 object。好，所以它很简单，只是把 string 变成 object。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模板转换。好，在模板转换里面啊，这里面就是透过这个模板引擎把 JSON 的内容把它输出成一个表格的资料。那这个表格其实就是 HTML 的语法啦。好，那如果你们在这里看不懂，直接去问 ChatGPT， 好，直接跟他讲说我要把 object 的资料转成那个 HTML 表格的内容，然后使用这个JINJA2， 好，这个使用这个语法去帮我做模板的转换，这样子。好，那最后输出好一样，就是从模板的资料直接把它资料输出来就好了。好，这个就没什么特别的内容。好，所以像这个我们输入这个订单，然后按订单查询，它就会去查资料。那查完资料，它就会直接显示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在DeFi 的平台上面要去做一个查询的动作，可以这样子来实做。好，接下来我们问 DeepSeek 怎么样去帮我们把资料从 JSON 的格式转换成 JINJA2。OK， 我就这样问就好。那如果你想要让他去帮你思考以后再做出程式来，好，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勾起来。但其实这个程式很简单啦，我们先看一下它会怎么写哦。下面这里就是我使用 DeepSeek 去问他 JSON 的格式怎么样转换成 JINJA2。好，那这里非常厉害哦，因为它其实它就先帮我们思考，说它的资料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格式，你看他自己还这样子写，好，所以他最后就说我们应该要做一个通用的程式来去转换这些资料。好，所以他下面这里他就开始写说，我可能就是要写一个回圈，然后去把所有资料读出来之类的。好，所以像这边你看他最后就产生类似这样的结果。好，所以它前面它的标题，好，标题的部分它也是用这个回圈去写，好，值的部分 value 的部分它也是用标题来写。好，所以这个下面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就是它最后的完整解答。好，所以它的解答就会包含了它的标题跟它的值，好，那两边都是用这个回圈的方式去产生出来。好，那这样子的资料它其实就会保证是一定就是不管我拿到的 JSON 格式怎么样，它都有办法去把它产生出来。好，那最后它一样会去把这个东西模拟去做一个输出啦。好，但是其实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只要上面这个 table 的语法，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table 的格式的内容啊，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 DeFi 的流程上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模板去将我们把那个 JSON 的内容变成一个 HTML 的表格形式了。